大家好啊，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聊期权。最近啊，有朋友问到牛市价差策略，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牛市价差。牛市价差呢，其实是垂直价差的一种。那垂直价差呢，又分为两大类，看涨的我们叫牛市价差，看跌的呢，我们叫熊市价差。那这两大类里面呢，可以变成四种基本的组合。牛市价差包括了牛市看涨价差和牛市看跌价差。那熊市价差呢，包括了熊市看涨价差和熊市看跌价差。这一会儿熊市，一会儿牛市，一会儿看涨，一会儿又看跌的，估计很多新手朋友们都看懵了。牛市看涨我能理解，牛市还要看跌，确实让人觉得心有点乱。其实啊，这个问题非常简单。首先啊，我们要有个概念，前面的两大类，一个是熊市，一个是牛市，对不对？我们记住，只要说牛市，就代表着我们预判股价的方向会上涨。那这样呢，我们就叫做牛市策略。那么为什么用牛市看跌呢？看跌啊，其实只是说我们使用的方案是 put，所以啊，大概可以这样理解：我们觉得股价会上涨，但是呢，我用买卖 put 的方式来达成我们的目的。举个例子，前几期影片我们学过 sell put 策略，那这就是一个牛市看跌策略，用卖 put 来达到我们看涨股票盈利的目的。那么这么说大家就理解了吧？牛市看跌就是预期股票的价格要上涨，但是呢，我们用买卖 put 的方式来完成。同样呢，牛市看涨就是觉得股票的价格要上涨，但是呢，我们用买卖 call 的方式来完成。那同样，熊市价差就是我们认为股价会下跌，熊市看涨呢，就是我们要用买卖 call 的方式来达到看跌股票的目的。熊市看跌呢，就是用买卖 put 的方式来完成这个看跌股票的这样的一个目的。那这个问题理解了之后，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后面的内容。今天我们主要讲的内容是垂直价差策略。垂直价差是一种期权交易组合策略，涉及到同时买入和卖出相同到期日的，但是行权价不同的两个期权。今天呢，我们拿刚刚说过的四种组合中的一种为例，来为大家解释这个策略。我们用最基础的牛市看涨组合策略来为大家讲解，其他的组合呢，大家可以私下里研究一下他们的损益情况。如果有什么不理解的，可以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去研究探讨。牛市看涨策略呢，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觉得股价会上涨，并且呢，我要用买卖 call 的方式来完成这个策略组合。同样，这也是一个双腿策略。第一条腿呢，我们买入一个行权价格较低的看涨期权；第二条腿呢，我们卖出一个行权价格稍高一点的看涨期权。那买入第一条腿，因为行权价格较低，所以会花费更多的权利金。那卖出第二条腿呢，我们会收入权利金。那这样呢，第一条腿花费的减去第二条腿收入的，这样一加一减，我们就能很大程度的降低整个组合策略的成本，并且这种组合策略啊，要比直接买 call 安全很多。那我们今天呢，就拿英伟达为例，为大家演示一下具体的这个策略的损益情况究竟如何。首先呢，我们做第一条腿，我们买入一个8月9号到期的行权价在107块钱的看涨期权，那我会花费485块钱。同时呢，我们卖出一个同样是8月9号到期的，那行权价格在112块钱的看涨期权，那我这就做好了第二条腿。那第二条腿呢，我会收入261块钱。那一买一卖等于我花费了485减去261，我一共花费了224块钱。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这个组合合约的一个损益情况。我们先看第一条腿，如果到期后股价大幅上涨，涨到了120块钱，因为我们是看涨期权的买方，所以意味着无论股价涨多高，我们都有权利以行权价格107块钱的价格买入100股英伟达。但是呢，现在英伟达的价格是120块钱，所以这条腿呢，我们净赚了12000块钱减去10700块钱，那我们赚了是1300块钱。由于我们买这张期权的时候还花费了485块钱的一个权利金，所以呢，我们一共赚了1300块钱减去485块钱，一共赚了815块钱。那第二条腿呢，因为我们是期权的卖方，所以呢，我们有责任按照其行权价格112卖给对方100股的英伟达，所以呢，我们要以112块钱的价格卖给对方价值120块钱的100股的英伟达，所以呢，这条腿我们损失了
12000块钱减去11200块钱，我们损失了800块钱。那由于呢卖这张期权的时候，我们还收了261块钱的权利金，所以呢这张看涨期权，我们卖掉这张看涨期权，我们一共损失了800减去261，一共损失了539块钱。那第一条腿我们赚了815，第二条腿呢我们亏了539，所以呢整个期权组合我们赚了815减去539，我们赚了276块钱。那如果英伟达的价格小涨呢，涨到了接近卖 call 的一个行权价呢，如果说英伟达我们涨到了比如说112块钱，那我们的第一条腿107的这个 long call 价格会从107涨到112块钱，所以呢我们赚了11200块钱减去10700块钱，那也就是我们这条腿赚了500块钱。那之前呢我们还花费了这个485的这个权利金，所以啊我们这条腿一共是收入了500块钱减去485块钱，一共收入了15块钱。那第二条腿呢，因为刚好涨到行权价，我们之前说过这个时候不太可能会被行权，那这张期权呢也就是等同于作废，我们可以拿到261块钱的权利金。那整个组合策略呢，我们拿到了261加上15块钱，我们同样是拿到了276块钱。那下一种情况，如果说英伟达的价格小涨，那仅仅比我们这个 long call 的行权价107高了一点点呢，比如说仅仅涨到了108块钱，那第一条腿107涨到108，我们是赚了100块钱，但是呢我们买这张期权花费了485，所以说第一条腿我们是485减去100，我们就是损失掉了385块钱。那第二条腿呢，因为没有涨到112的一个行权价，所以呢作废呢我们是收入了261块钱。那整个组合策略呢，我们的收入就是261减去385，那我们是亏损了124块钱。那如果股价横盘或者下跌呢？那首先我们的第一条腿，无论是横盘还是下跌，都没有达到我们的行权价，所以呢会作废。那也就是说，我们将损失全部的购买期权的权利金485块钱。那第二条腿呢，因为也没有达到我们的行权价格，所以说第二条腿我们卖期权的这条腿也作废，那我们会拿到全部的权利金261块钱。那整个策略呢，我们就是净损失了485减去261，一共损失了224块钱。那我们总结一下啊，刚刚这个组合，我们是分别买入和卖出了一个当前股价附近的2张合约。那这种情况下，只要到期日股价不上涨，我们就会亏损。那上期视频的评论区呢，有朋友问，如果我买卖2张期权都是深度实值的期权，是不是就能100%赚钱了呢？那答案是也不是。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啊，今天我们还是先给大家来补点这个期权的基础知识。之后呢，我们用今天的知识来看一下，就知道为什么这个答案是也不是了。今天呢，我们带大家来简单了解一下期权的损益图。前几期影片呢，我们都是拿实际例子来给大家分析损益情况的。那我们学会了看损益图，那每一个组合策略，我们一看图就知道它的损益情况了，无需像我那样的费力给大家去演示了。那我说一下啊，在买卖期权之前，每个券商基本都会提供这个损益图。那今天呢，我拿这个富途牛牛这个券商软件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演示之前呢，还是先打个小广告哈。用我的邀请链接开户富途牛牛，最多可拿1800块钱的港币。那海外用户和内地用户都可以开。海外用户呢，可以选择美国或者新加坡的富途某某。香港和内地的可以选择富途牛牛。那开户链接和邀请码我都发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置顶评论区里，有需要的朋友欢迎开户。好的，我们言归正传啊，大家看这张图，这是一个 long call 的损益图，英伟达行权价在108的1周后到期的看涨期权。那我们看这张图啊，横坐标呢代表着股票的价格，越往左价格越低，越往右价格越高。那纵坐标呢，代表着我们的收益和亏损情况。从这 long call 的损益图我们可以看出啊，我们的最大亏损就是我们的权利金432块5毛钱，但是呢，我们的收益是无限大的。图中橙色的这根曲线是我们实时的损益情况，
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我们当下买入这张看涨期权，那我们当下的损益刚好在零轴线上，所以说我们目前是不亏钱也不赚钱。那红色和绿色的那根线啊，是到期日那天的损益情况，上面这个蓝色的盈亏平衡点表示的也是到期日的时候，股价达到112块3毛2，我们的盈亏就平衡了，不赚钱也不亏钱。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short call 的损益图啊，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出，我们是卖的这张 call 最多呢只能赚到432块5毛钱，那么与之对应的它的亏损是无限大的，所以说大家尽量不要在手里没有正股的情况下去直接裸卖这个看涨期权。那这张图呢就是 long put 的损益图，我们可以看到和 long call 一样，亏损最多只能亏损了我们的全部的权利金，就是这个495块钱。那我们看一下最大的盈利哈，这个就不是无限大了。虽然说从这张图上看可能是无限大的，但是我们把这个图片比例缩小，我们会看到最多只能亏损10305块钱。为什么会有这个限制呢？因为我们这个是看跌的，股价上涨理论上是可以涨到无限大的，但是股价下跌，最多这只股票价格归零了，不可能还有负数的一个价格，所以说期权盈利是有一定的一个限制的。那最后这张图呢，就是我们最常说到的一个卖 put 的一个损益图。图中可以看到，我们最多收入是495块钱权利金，最大的亏损呢也是10305块钱。如果亏到了10305块钱，股价就归零了，所以说这个最大的一个损失的没有太大的一个参考意义。那以上呢就是4种期权合约的一个损益图。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说的牛市看涨价差策略的一个损益图是什么样的。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做的这个牛市价差组合的损益图。从图中呢，我们可以看出，相对于直接买 call，牛市看涨价差组合把我们最大的亏损和最大的收益都做了限制。所以开始的时候我说这个组合要相对安全很多。那现在呢，我们回到这个问题，牛市看涨价差，如果 call 的行权价是深度实值期权，是不是我们就可以躺赢了呢？那我们直接来看损益图，我们先从深度虚值看到平值，然后再看实值和深度实值，我们看看损益情况都是怎么样的哈。那我们先把前提说好啊，今天这个英伟达的一个价格是107块2毛7，那我们要做一个虚值的120块钱的一个 long call 和一个125块钱的 short call。从损益图可以看出，我们最大的盈利是可以达到458块钱，那最大的亏损呢却只有41块5毛钱。所以从这个盈亏比看啊，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做的一个组合。但是呢，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是，虽然说最大的亏损只有40多块钱，可是股价要从107涨到120块钱，我们才会有盈利。说实话，这个成功的概率并不是很大。我们再来看这个啊，这个我们做的是113块钱的 long call 和118块钱的 short call， 股价呢只要涨到114块钱，我们就开始盈利了，只需要再涨7块钱就够了，比上一个策略我们要容易实现很多。那接下来呢，我们看我们最初举的那个例子啊，我们做的是平值期权107的 long call 和虚值期权112块钱的 short call。那这个组合呢，只要再涨2块钱，我们就盈利了，比前面2个例子都要容易实现一些。但是问题是呢，最大的盈利从原来的400多下降到了200多，比前2个少了不少。再看下一个，我们做了个实值期权组合，100和105的一个组合。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最大的盈利是160，最大的亏损呢是340。但是哈，这个组合股价不涨不跌，我都能盈利160块钱。股价跌到103块钱，我才开始亏钱，比上面几种安全性都要高很多。代价就是呢，我压缩了我的盈利空间，我最大的盈利只有160块钱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最后一个，也就是那个朋友问的，做一个深度实值组合，是不是就能100%盈利了呢？那好，我们做一个深度的80块钱的 long call 和一个85块钱的一个 short call。从损益图我们可以看出，盈利的空间是非常小的，
最大的盈利只能赚到20块钱，最大的亏损呢却很大，达到了480块钱。但是这个组合想要亏钱还是非常不容易的。为什么呢？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股价要从107块钱跌到85块钱，我们才会开始亏钱。所以那位朋友说可以躺赢，其实大体上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呢，想要稳健的朋友不妨试一试。虽然一张盈利并不多，但是你可以多做几张啊，也不失为一种安全可靠的好手段。那最后啊，我们总结一下这个牛市看涨价差组合。首先，如果我们选择的2张合约都是虚值期权，那越是深度虚值的，那么我们最大的收益就会越大，最大的损失呢就会越小。但是代价呢，就是这种组合成功的几率微乎其微，像买彩票一样，和赌博差不多了。那第二种，如果说我们选择的2张合约都是平值期权，那么我们输赢的概率基本各是50%。第三种呢，就是说如果我们选择2张合约都是实值期权，那越是深度实值的，那我们最大的收益就会越少，最大的损失呢就会越多。但是呢，好处就是这种组合成功的概率非常大。比如说我们把最后那个例子的行权价设置到50和55，那么基本上可以说100%成功。但是呢，收益可能仅仅只是个个位数。所以啊，还是那句话，每种方案都会有它自身的局限性，具体如何选择，还是要根据市场行情做决策的。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做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能看到这里的朋友啊，那绝对是铁粉了，还烦请大家给视频点点赞、关注、订阅、转发。老王在这里谢谢大家了。如果有朋友想要开户薅羊毛的，记得用我的链接，老虎、长桥、华盛，邀请码都在屏幕下方。近期呢，我也可能做一期这种开户的视频，有兴趣的小伙伴呢，欢迎来骚扰。我们下期见。